是吗？魏无羡自言自语般说：“我之前总吃3-4颗吧，我忘了，1颗便够。”蓝忘机重负道。魏无羡一仰头，将那丹药生吞了。蓝忘机要给倒茶，但他中月未曾回来，室内只有冷水，魏无羡也不用他倒水，跌跌撞撞找到蓝忘机藏天子笑的那方地板，一脚踢开，拎出一坛酒来，一口气喝掉半坛。原来蓝忘机不仅养兔子，在屋里藏酒，还放了清心丹。他再抬头，只见蓝忘机在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看着他。魏无羡的意识迟钝地运转着，终于意识到自己方才绕着屋子走了半圈，蓝忘机便也躲着他走了另外半圈。他的神思不够清明，许多的念头却如风暴一般盘旋在脑内。清心丹在口中含得久了，又被酒冲下喉咙，苦味与辛辣一起蔓延在舌底。最终他说：“蓝湛，这具身子明明连金丹也无，我不知，这不该。”蓝忘机只说：“你先休息。”魏无羡又说：“一定是哪里弄错了，蓝湛，我……”他强撑着神智，一步上前，却见蓝忘机旋即随着他的动作退了一步。魏无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知觉蓝忘机那静得发冷的气息又回来了，混着室内的檀香，侵略一般渗透他的感官。他的神思尚自清明，却被引得后颈肿痛，双膝发软。蓝忘机说：“原地坐下，不要过来。”情绪来的虽急，但不猛烈。腰腹间还不待生出熟悉的疼痛，已然被清心丹药力压制，只让魏无羡觉得没力气。许久，魏无羡说：“你别担心，我错过1次的事情，便不会错第2次。”蓝忘机无言。魏无羡说：“抱歉。”蓝忘机沉默了一阵，说：“你我之间也不必说这个。”他径自取了案上的忘机琴，凌然拨出几个音来。那是手清心静神的简单曲子。魏无羡抱着剩下的半坛酒，感到清心丹的药力前所未有的快速涌了上来，琴声犹在耳畔，他身子一歪，已然陷入半昏半睡之中。蓝忘机直到曲子奏完，手指按弦，然后翻掌凝视，看到此前用力在袖中握拳时掌心凝出的淤血。看了片刻，他起身到榻侧，将酒坛轻轻从魏无羡臂弯中取出，又将魏无羡抱上内室的榻，放下层叠柔软的帷幔。然后他走到外间，在吊起的半扇窗牖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那夜天色阴沉，无星无月，不知静立多久。蓝忘机听人在外低声传报，小公子到了。那名老仆侍奉过清衡君，在蓝忘机眼前所言的小公子便是蓝云恒。蓝忘机沉默一阵，说：“送他进来。”蓝云恒进到静室的时候，敏感地发觉有些不同寻常，却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同。内室榻上躺了一个人，衣衫工整，但不是蓝忘机。蓝忘机坐在榻前一张案几之畔，蓝云恒无声地吸了口气，全当什么都没看见，如常坐到另一侧，不看榻上，行礼道：“韩光君。”蓝忘机点了一下头，停顿一刻，看了榻上一眼，又点了一下头。于是蓝云恒低声说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轻声问：“无事了？”蓝云恒点头：“无事了。来前已找医师看过，他的脸色还不是太好，但总比之前有了些精神，眼睛也亮一些。”蓝忘机又说：“离开云深不知处之前，你我所说宗谱一事，你考虑如何？”蓝云恒半晌不语，盯着案几一角的几枚空茶盏，最后只说：“我来烹茶。”他默不作声地在银瓶里煮了水，风炉之内燕苗幽微，终于在室内添了些暖和的温度。茶沏出2道，先奉给蓝忘机，他们无声对坐，不只是纪年之中的第几次。蓝云恒打定主意不说话，蓝忘机也任由他安静不语。他们都沉默，便让榻上一举一动都显得格外分明。魏无羡昏昏沉沉，却不安稳，在榻上窸窣动作，像是遭逢梦魇。蓝忘机转头看着那处，疏忽听魏无羡低声吟出一声：“蓝湛。”蓝云恒将头转向另一边。魏无羡又低声道：“阿夏。”蓝云恒猛地转头回来，满脸不可置信的神色，看看榻上的人，又看看蓝忘机，眼眸大睁，仿佛急需一个解释。蓝忘机说：“你牵一牵他。”魏无羡有一只手垂在榻沿上，手指微微颤动。蓝云恒不动，蓝忘机低声又说：“云恒，你牵一牵他。”蓝云恒深吸一口气，西行至榻边，极轻
极小心地将指尖搭在了魏无羡的手指上。魏无羡很低地嗯了一声，不知感应到了什么，惊得蓝云恒差点要退开，却见榻上的人只不过是翻身向他，睡得更安稳了些。蓝云恒再转头，只见蓝忘机坐在岸边，无声地看。这一幕场景出离奇异，又出离安宁。如此许久，蓝忘机才说：“明日我赴金陵台。”蓝云恒看一看榻上的人，蓝忘机说：“他同去。”蓝云恒出声道：“父亲，您。”蓝忘机点头，等他说下去，蓝云恒又轻轻地咬住了嘴唇，无言半晌。他的手指还搭在魏无羡手上，目光却只望着身前的地面。那少年在抬头时，已换了一个调子，很轻很轻地问：“父亲真的喜欢他？”蓝忘机说：“嗯。”蓝云恒仿佛喉间哽住了什么东西，他伏在榻沿上，很久不抬头，只在臂弯间闷闷地说：“我知晓了。那我所求不变。”蓝忘机没有回答，他闭上了眼睛，无言近乎一刻后，仿佛做了什么决定，低声说：“阿夏。”然而出乎他的意料，蓝云恒没有回应。亥时已过，少年趴在榻边，肩膀微微起伏，不知怎么已然睡着了，手指却仍然搭在魏无羡手上。蓝忘机深深地叹一口气，起身去抱他，蓝云恒却在睡梦中下意识的一抓住了魏无羡的手。魏无羡惊人一碰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静静地说：“向里些。”他一出声，蓝云恒也在他臂弯间也迷迷糊糊地说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一手揽着蓝云恒，一手把魏无羡向榻内推了一把。他的动作很轻，魏无羡几乎是借着他的力气翻了个身，在榻外缘留出一方不够成人栖身的空间来。蓝忘机便将蓝云恒抱到那里，脱了他的靴子，扯了魏无羡拥抱着的一角锦被，搭在少年身上。蓝云恒又动了动，还是道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轻轻地把手附上少年的眼睛，低声说：“睡吧。”然后他一挥手，室内灯烛悄然熄灭，夜色沉沉地落下，如羽翼在少年身侧合拢。蓝云恒在梦里小声说：“爹爹。”魏无羡睁开眼睛，世界血红一片。他像是做了个梦，梦中有山风呼啸，有篝火噼啪，有刀剑相接，有人对他说话，一遍又一遍，用力执着，天崩地裂，他却如隔水听声，字字句句接近模糊不清。他只听到血落在地上的声音，一滴接着一滴，整个世界便在那片泼天血红中轰然塌陷。他低声说：“温宁。”没有回应。魏无羡从石床上起身，仿佛胸口固执地卡着什么东西，一呼一吸，嘶嘶作响。他只得压住心口，低低地咳了一下，然而一咳便停不住，胸臆之中牵拉抽搐，咳得魏无羡生生从石床上摔了下来。如此许久，终于吐出一口残血。魏无羡坐在地上，后脑倚着冰冷僵硬的床沿，兀自喘息半天，也没听到温情那一声熟悉轻快的要死啊，你魏无羡。